嗨，大家好，可以看到吗？现在在 Ara Damansara，我们在送货。我跟大家今天要讲一个故事啊，是一个朋友中国过来，本来应该是要来大马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但是这个事情有反转，而且不像我们想象的是来或者不来的简单的反转。你知道我要讲什么？我听说了，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吸引人，也引发了我的深层次思考。是一个中国人被当地的大马华人啊，基本上是被当地的大马华人劝退的过程。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我预计啊，今天应该会有一些长，但我呢一定会帮大家分好各个章节。我们呢也是拿自己最好的思考奉献给大家，最好大家一起来看完。好，大家好，我们的节目就是追求中年人的幸福生活，异国他乡生活的勇气，因为生活需要改变，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好，那我们就现身说法来讲一讲这个故事。本来呢，有朋友推荐说，你以前的同行啊，一个猎头从中国过来考察，他呢要住上蛮久的时间大概要住1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充分的考察。他说能不能请你去跟他见一下，跟他讲一讲。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别人到大马来，通常都是很开心的，对吧？所以他这个考察是为他的是否要移居马来西亚要铺个路，是的。那他呢？当然，他的 list 上有一些国家了，但马来西亚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又待了1个月，还有呢，关键是他的一个朋友。她的朋友呢是嫁给了一个法国人，一直在世界各地，她老公做 expat， 所以呢她也到处生活。跟她讲马来西亚很好的，真的我很喜欢。她的朋友呢住在邦萨，她就过来住在她的朋友家。邦萨我喜欢，曾经也一度是我想要搬过去的区域。对啊，所以我想，这么多有利的条件她的女儿呢过来就顺便参加一个科学营，一个 science camp， 我觉得一切都很好。我跟她见，只要稍微聊一聊，说不定就会生活过来了。但是过去聊上几句，我就发现不对了，因为首先他待了2、3周的时间，订了隔天的机票，就要提前回中国了。这个我马上就感觉不太对啊。对的。然后呢，我问他对大马的印象，他呢也有一点支支吾吾的说出来。所以，但是我又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为什么分享给大家？因为首先，他对事情的认知，我觉得都是对的。你不能说出他讲的中间的任何一个事情是有违常识的，是胡编乱造的，是我们在小红书抖音看到那种很惊悚的，不是的。这我们2年来做 YouTube 下面经常看到这类，不管是马来西亚人还是外国人对马来西亚的评价，也就是这几条。对的，确实是对的。你不能说他每一条讲的不。第二呢，他自己是客观中立的。他讲着呢，他会说我这个理解可能是不对的，或者我这样做，我的朋友也可能讲我说你太焦虑了这个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他也在反思。那第三呢，他又是这么一个反转，所以呢，我想要分享给大家，所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我先说吧，就是说他哪里觉得大马不好，我就直问了嘛。我说你觉得哪里不好？大家一个另外一点信息人家是我们中国的新1线城市，就是杭州嘛，也是浙江省的省会，是，应该是个大都市，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新1线城市生活的。他也是做猎头，应该说收入工作自由度都还是挺不错的，好吧？那他呢给到我这样的一些信息，首先他说，物价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过来肯定要工作，有个重启的一个状态，这个吃东西好像不是很便宜。肯定班萨区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有一对马来西亚朋友，他们医生夫妇，他们住在这个就住在班萨区，然后他们的孩子跟我们孩子是朋友，我孩子还去他们家 sleep over， 就我孩子回来说，在他们班萨区就是档口吃一碗面，平均要比我们沙登就是要贵4、5块钱，对吧？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比较好化解。那我跟别人聊，我真的不是抱着要改变别人的，我是听一听，我觉得能说的就说一说，不要大家都不太舒服。我说那看来你们吉隆坡这边的物价跟我们本身是有蛮大差距的。这他没想到。他说很大差距吗？我说50%到100%还是有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班萨区域，它整个区域，你看吸引我们的点，我们感觉它很像上海的那个法租界，就徐汇区那一块，天平路、高安路这一块，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你看它周边的那些沿街店铺，它的风貌是完全和我们所在沙登不一样，这都是一些进口家居店，还有一些医美诊所，还有牙科美容诊所。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高尚生活社区嘛？对，这是一种不同的 lifestyle。对，好，那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他讲出来啊，我如果有眼镜的话，我真的是大跌眼镜。怎么说？他说，我觉得当地人的生活幸福指数不是很高啊。大家知道我在这边时间久了嘛？有一次节目中，我甚至于误把自己新客家人称为叫新大马人嘛，还有人说你是新大马人，对吧？我就觉得，哎，首先我想，你们生活幸福指数很高吗？第二，我说你这个是什么指标，或者怎么得出来生活幸福指数不高呢？我是耐下性子，真的要听他讲讲看。谁知道呢？他了解这个信息啊，基本上都是和当地的华人出租车司机聊天的时候知道的。哎，这不是跟我们另外一个上海朋友在这边办理2家说的一模一样吗？他的接触群体也主要就是 Grab 的司机，然后也是同样的反应，就是觉得说华人在这里生活的不开心。对，所以我讲啊，就大家先不要急，也不要生气。你看他了解信息的方式，我觉得挺对的，和这个司机他们有一定的阅历啊，那他又比较真实的会跟你分享。又确实是当地人，50多岁的都是，你不能讲啊，他讲的不对，但是他得出的结论却不一定啊完全对。那我就说你能具体讲一讲吗？我听来听去呢，无非也就是这些，比如说啊，顾打制啦，说不公平啊，对吧？说我这个说我们虽然是20%的人口，但是连10%的指标都拿不到啊，诸如此类啊。当然我也尽力的跟他分享，好像不是这样的，你要是努力也是有希望的。啊，像这个工资水平不高啦，等等等等，总之觉得说，就感觉自己啊地位不高，哎，这个我可以想象了，因为你说抱怨呢，怎么可能没有，对吧？啊，我是可以想象了。我明白，但是就是你要想一下，这里面有一个伪命题在这个里面。我不是说那个司机说的不对哦，可是我们作为外国人，我们在这边旅居，尤其是他打算办理第2家园，其实这些华人朋友们他们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这些困境，或者说是尚不是特别公平的这些对待，我们作为旅居者是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感受到的。比如说顾大志，因为我们的孩子只能够上国际学校，不会去参加他政府体系的考试，这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所以我说他讲的，而且也不能工作，我们也不会去感受这边的所谓的低工资。我就觉得嘛，他讲的都对，但你很多东西啊是经不起细细推敲的。比如说人家跟你讲一些真话，才会讲一些抱怨，那哪个社会没有一些问题？第二就是说，反正我说我是更不青睐于生活在一个连抱怨都不允许的地方，对吧？那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我也主要是听他说，我就听他说下去啊，大家不要急，我们还会讲我们的分析的。我也听他，还有我说你讲还有什么？第三呢，他又告诉我说，我呢又去市中心玩，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我就觉得说，哎呀，市中心好像规划怎么乱的，旧的。然后也没有太多人可以走的地方，我过马路的时候都感觉挺怕的，这个车来车往都好像要撞到我了啊！但是其实我们在杭州生活环境还挺好的，在杭州呢也有很多有森林的地方，也是挺美的。我们周末就带着小孩去玩，还是比较惬意的，可以生活的比较舒适的啊。这个是他跟我讲的，这些都让他大出所料，他就是跟他的想象很不一样。这可以理解，因为杭州本来就是旅游城市嘛，它有个著名的西湖，所以它开发了很多行人步道嘛，还有它的公共交通。中国大部分的城市都是公共交通很发达，这源自于说我们是从很晚，大概是在90年代末，2000年初开始才开始大规模的放开这个私人车、私家车的这个概念。不像这边我们听这些马来西亚观众跟我们介绍说，马来西亚之前的领导人他们就是大力发展国产车，所以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有了这个目标，就是大力的去发展私家车，然后造了很多的高速公路，完全没有考虑说这个
公共交通的发展。对，那国情不一样。王太啊还是做了很多的解释啊，但我相信我们的观众都是很成熟的，不太会是那种马上说那你们中国人都别来，或者哪里生活好哪里就去吧，或者他一定是怎么不，我觉得不是的。他的个例我们觉得分享啊，就在于他讲的每样好像都是事实，但是为什么他得出的结论至少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想很深入的去看这些 subtle 的 nuance 的东西。好，我们下车吧，带大家去看一个今天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茶餐厅啊，边走边说。好，大家来看看这个茶餐厅啊，我们送货途中休息一下，过来一下。所以呢，我就挺好奇的啊，我开始问他，我说，那么请问啊，你为什么要出来呢？为什么考虑这个到马来西亚这个问题呢？他呢有告诉我说，首先呢经济不好，我发现啊中国经济啊不是很好，慢慢已经变成一个共识了来着，几乎所有的人啊都会这么说。也是感到啊，生意受到了一些影响啊。比如呢，他在杭州主要是经营的是医药行业的猎头啊，本来接触的高管啊很多啊，现在啊，就是说随着国内的集采啊，大家知道吗？在中国现在开始进行叫集采的一些改变吧，就更多的采纳非常非常便宜的那种国产药物，干脆啊不去招标那些进口药物，价格因为开得太低了，所以那些进口厂商呢也就慢慢的退出了这个领域。那他工资高的嘛，本来就是做一些这些进口的药厂的职位啊比较多，所以生意就不是很好。这还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也会说。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啊，一旦啊生意不好，不是说你自己没有钱、没有积蓄可以去花，或者一点收入都没有了，而是对未来会没有信心。下面一单、下面一份收入啊在哪里不知道，那你就不敢花钱，不敢有大额的消费啊。这个都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啊所带来的。那造成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医疗的问题啊。因为没有这些进口药啊，所以你要得到治疗啊，想要好一些的药呢，就只能去那些私人的医院啊，全额的购买，这个费用啊就非常高了，就得不到医疗的部分的报销了。那我说未来啊，有没有可能连买都买不到了？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悲观一点了，他觉得不会了啊，这是第二个点。第三呢，就还是因为小孩的教育。我发现哦，小孩的教育慢慢已经成为啊所有人啊都会担心的点，就和经济不好啊是一样的。因为小孩呢在学校里，碰到的一个老师还比较好，他担心未来换了一个班主任之后啊就会有问题。他们班的2个老师，一个老师上课啊，大家就很放松的，因为这个老师有国际学校的背景；另外一个数学老师上课就是要这样举手，这样小孩子坐着。要挺得笔直啊，作业要又多啊，这个要求又高，这些都会让他对小孩的未来啊感到担心。但现在呢，就还没有太担心，这是他在考察的一些原因啊。所以听到这里呢，我也大概可以理解，他好像并不是那么急着想要换一个工作地点，是吧？或者说想要换一个生活的地点，并没有那么着急。行吧。所以我就挺好奇的，我就接着问，我说，那么马来西亚有什么好的地方吗？我也想听一下。之所以我讲啊，他说的比较客观呢，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他讲的也是挺细致的一些观察。他呢，我觉得讲的还比较细致的。他首先觉得的是，当地人对于钱的态度没有这么着急。这个挺牛的啊！对的，他有来了几天就能观察得到。跟这边有很深入的金钱上的往来交易吗？有没有？他其中讲的2个案例都是和 Grab 有关系的，第3个没有关系。我跟大家讲，第一个呢是他打车，有一次 Grab 呢是一个印度的女司机上车之后呢。印度女司机就是一直在讲电话，她自己呢因为没有绑卡，所以她只有现金。到达目的地大概20几块，她呢就拿出一张50的给对方，对方说啊，你干嘛不早点说，我就可以带你去换钱。而他其实也没有讲，他说其实你一直在讲电话，那怎么办呢？如果
这个不付钱，那么司机损失就比较多。但如果50都给呢，他觉得好像20几给50啊也不合适。他们俩正在商量这个事呢。虽然啊，他觉得司机有些生气，PS 他没有生气。司机说好了好了，你快下去吧，我要做下一单了。就跟他说你就不要付钱了，你就下去吧。这个其实让他挺震惊的。这真的是不小的一笔钱。第二个呢是来送 Grab 送吃的。那个这一次呢，当然他提到一点，他说这个送的好慢啊，然后那个包装也不太严谨啊，但是呢送到之后，反正他还差2块钱啊，他呢只有5块钱，跟那个送的小哥商量，小哥本来说我就不要了，那就算了，他说这个也不行啊，不能让你少了，他就把他5块钱全部就付给了对方。这两个反正一正一反，一个拿钱了，一个没收他钱，总之他都有一个感觉，他说当地人对钱是挺这个心态平和的。这个观察非常深刻。还有一个我觉得他观察也挺细的，就是他带女儿去黑风洞玩了，他说照理说人也蛮多的，很重要的一个景点，他感觉说东西也没有特别贵吗？黑风有没有门票？我估计连门票都没有。我不知道，我们俩因为还没去过，所以我说是啊，不信你去这个双子塔，你去看看，那个东西也没贵很多，停车费也就5块1小时所以这是他第一个觉得大马比较好的地方。第二个，其实他讲好的东西也让我出乎意料，就不像他刚才讲了这么多不好的地方能够得出的结论。他说第二个东西，水果、食物都很好吃。我说你怎么感觉出来呢？我肯定啊，人家来自这个美食荒漠，这个杭州嘛，肯定啊，来这边大开眼界。是的，他说杭州这个长期被称为美食荒漠比起来上海还叫是美食天堂呢。就小的店，像大马这些遍地都是的，他说是很少的，而且绝对是不好吃的。中型的。比方说那些品牌连锁的，我本来以为他讲的应该是这些地方还能吃，因为上海你看跑到商场里都是品牌连锁的这些中型的店嘛。他说那个不好吃吧，那个他觉得说这个也不好，只有付比较多的钱，那么好吃的概率才会上升。因此就是这样来看的话，大马他觉得说比起来就好吃的太多了。那我就详细问了，因为我想他能够感觉出食物的食材也不一样嘛，他是吃的，是的，他吃得出新鲜好吃，哪怕是在这些档口而且呢，他说连水果都好吃，我就更好奇了，是啊，我也有同感，你也有同感是吧？他说水果有水果味儿，你这朋友是个女性吧？对，是个女性。怪不得，我说水果怎么叫有水果味？虽然我也知道但是我看他来几天，怎么就能感觉出水果味？他说他女儿爱吃橙子，他觉得哇，这里的橙子很浓郁，而且选择很多，有很多是来自于进口的，不像中国就是大部分是中国产的比较多。橙子的产地一般就是南非的、对吧？澳大利亚的、美国的。对的，还有埃及我也买到过。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讲的对。好，聊完这个。第3点，我说还有吗？告诉我大马好在哪里？他其实这时候看出说，为什么你也想知道？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你看很多大马人都希望知道外国人对他的看法，所以我们经常分享。但是呢，我这里生活了2年了，你过来考察，我真的也很想要知道你的想法。行，他先讲，他讲完之后，他又问了我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来一往他说第3呢，多元化。你说一般人不会提到吧？人才，你这个对不对？一般中国来朋友甚至于抵触多元化，觉得说这个不习惯、不适应，甚至于不喜欢。他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优势。他说，你看有印度的庙，有各个种族的人，我呢还可以练一下我的散装英语。他说好像还能用。然后呢，清真寺我们也去了很多。我说这个对你很重要他说是的，因为我在中国，他说我也生活了很多城市，在大马我也会有好奇心看到这个看到那个，我会觉得可以探索一下。他说我女儿参加一个这个 science camp， 我就问他你能听懂多少？他女儿念2年级，他说他女儿很诚实的说，我大概能听懂1%。他说，但他觉得1天下来，然后1周2周下来，他那女儿还是有收获的，和不同族裔的人生活在一起，他觉得这就是一种优势。大家看到了吗？他讲了为什么要离开中国，他讲了大马好在哪里？他讲了他不习惯的东西，并且他其实并不像大家讲的你就是不懂，所以看中国人这个偏激了吧？没有开过眼吧？就只觉得中国好，并不是这样的。你可以说他看的是非常细致敏锐的，而且实际上是客观的。那么接下来他的故事讲完了，我就想跟王太分析 OK， 那为什么他的想法跟我们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对吧？
王太，我不知道你先怎么讲啊，然后我来歇一歇，然后我再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他来问我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第一个想法觉得就是说，我很为他感到开心啊。他在杭州没有经历过我们上海的风控，他并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残忍的东西。我只能说对。上海的这个风控对我来讲是非常沉痛的打击。我们是看到身边的这个亲友们，非常的痛苦，然后生不如死，各种新闻求医不得，然后看到身边的人都在谈论说他们的小区里面有人在跳楼，什么样子的。我们自己小区也有这样的事件。我只能说，很多事情我发现在 COVID 之后的一些所谓的临时措施，它就变成了永久措施，这是我非常伤心的这个地方。那我觉得他没有体会到的话，如果他的城市没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衷心为他的感到高兴，对吧？然后第二个我很深刻的感觉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我并没有很大的去留恋上海，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生活的便利性是我不需要的。等一下，不好意思啊，这个王太这个讲的，他也提到了，所以我要先打断一下，我顺便讲一下风控措施。他其实自己他就提到了，他说可能吧，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像你这样的在上海的风控，所以他提到另外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在上海的，然后去了日本。他说，但我呢，一开始我的想法啊，其实我是在想 ，OK。虽然你没有经历过，但你看到了报道，你也知道上海封城是怎么样的，引起上海封控的那个原因不还是在吗？然后这个原因不还是会再重现吗？让我转念一想，我们不能对他太苛责，因为我们俩其实也是很木讷的。我们如果不是亲自经历，我们不也是不会有任何的动作嘛，改变嘛，对吧？就是他可能工作的行业跟我不一样，我是搞法律的嘛，就是在 COVID 的这个期间的这个几年，我明显的感受到我的前东家在很多方面被政府是严加管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 versus 在 COVID 之前我们的经营状态，我们就一直在应付这样的所谓的这个检查，还有各种各样的补查之类的东西，就是我感觉真的是非常I'm fed up with this。我知道，我也跟他，刚刚我自己分享一段的时候，我也讲到了，因为他是做医药行业，他那种做的猎头职位300-400万的那种高管，他们外企的药厂都开始撤出中国了，对，所以他的都受到蛮大影响。对，我一个方面是我们那个很正规的跨国企业，它是受到了很多莫名其妙，以前是3年来一次，现在是1周来3次，这个样子就是查你各种各样的发票。当然我们是全部都是合法合规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所在的行业，它是高度和房地产和钢铁行业相关的，所以整个行业就是3到5年就是完全是崩塌啊，真的是崩塌，没有什么销量。对的。那关于便利性呢，在你讲之前，我先补充一下，因为他确实也提到了，讲到过 Grab， 刚刚不说还会再说嘛。他觉得呢，生活在中国，生活在杭州啊，物价便宜的原因之一呢，也确实线上有各种的优惠券，有各种所谓的羊毛啊，可以薅一薅，相对便宜一点。第二呢，他是说挺方便的，什么事情都在线办，他就可以专心的在家办公，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但是呢，他生活在这里。他的那个嫁给法国人的他的那个朋友，他说，他就观察到啊，在大马线下的事情很多。他的朋友一会儿就说，我出去办个事，一会儿就说我出去办个事。一开始呢，他是不理解，他觉得自己啊比较省时间。后来呢，他朋友跟他讲，我就喜欢往线下办事，他感觉有人与人啊之间的交流。所以呢，他呢，我觉得是蛮客观的一个人，他没有得出一个好坏的结论，而是存疑。他觉得说，可能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吧，我还感受不到。OK， 就接着你刚才讲的便利性，你也可以展开一下。对，你有没有想过所谓的生活便利性？包括我今天正好在听一本新的书，他就讲到这个时间的观念。我们的大都市的，特别是中国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它杭州2线城市，它大量的便利，然后你的网购是 literally 节省了你的大量的时间。那大量的时间你用来干什么呢？你用来做社畜啊，是吗？是不是？然后我觉得 human touching 的这一点，在这边的话，就像以前我记得叶枫他在说马来西亚生活，他讲到说，在这边基本上一天只能办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要去银行，你可能就准备好这一天是干这个。我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比如说我知道我要去看病的时候，陪你看病什么的，我就带一本书去那边，然后书可以看看书嘛，等待期间，就是你有这个预期，说生活就是节奏慢下来，我不需要一天办10件事情，我干嘛呢？办10件事情，那么多干什么？尤其是你脱离了工作的轨道之后，你会发现说，生活如果去享受这种和人面对面交流去买东西，那是建立了很多的 bonding。我讲的比较自私一点啊，就是说你跟这个店主破除了之后，其实如果你想有一些特别想买的东西，跟他讲，他会帮你去找。还有一些他知道你可能喜欢的，他会先 offer 给你。这种样子的感受，你是在网购上完全感受不到的呀。对的，对的。
哎，所以我们俩穿插着讲啊，对不起啊大家，我是觉得今天我们一定会讲的有点长，但一定是我们的真心想法、真知灼见。就是说这个生活的便利性啊，我们现在是在享受这些互联网巨头、美团，还有这些饿了么，他们在瓜分我们的这些市场份额。那最后受损的是这些商家，还有就是在这些生鲜平台之外的那些小商小贩。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没有一家独大的情况，没有一家像那个航母一样，它能够横跨点外卖，然后送那个生鲜餐饮，然后还有什么自行车共享，就是所有的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巨鳄。但是你看到就是各种小商小贩 SME， 他们很有活力的，都有自己生活的一片空间。包括我们消费者也会体恤说，他们这个样子的话，要给他们一点生意啊，我宁愿就是它贵一点，我还要去买，这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情社会吗？是，但这是一个大面上的，就碰到个人生活呢，每个人想法又不一样，所以他保持一个中立的，有待观察，我也可以理解，对吧？你说纯粹的有一些便利性，本身也不能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坏事嘛。对所以呢，我听他都讲完了，他也非常敏锐的，他说 OK， 那么你有些什么看法呢？你怎么想？来，他说现在换你说。好，那我觉得还是可以说一说的，因为我说啊，首先你的观察都是细致的、敏锐的，你也有自己的这个动因啊。我的想法呢，就是我说啊，我感觉啊，你对好的那些方面啊，就是他觉得说生活在杭州还是挺舒适的嘛，然后这个经济有可能要再等一等，现在只是暂时的不太好啊。我们的看法呢，就觉得更加糟糕。如你觉得不好的那些方面，比如你看到的大马这个东西啊，我们好像又没这么在乎。所以我说，虽然你看到的都是对的、客观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优先的排序是不一样的。回到根本，我们还是觉得，要去比较赚钱和个人。所谓的个人是指这个对自己的身体、亲密关系，对孩子的亲子关系，到底这两个你就得比出来，个人和赚钱哪个重要？我们比出来了。我们觉得你现在感觉还一般的事情，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因此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只有这样的一个差异。他还是觉得确实，对经济的担心啊，并不像他讲的这么清淡啊。即便你看他其实可以在马来西亚工作，可以在上海或者是杭州工作的，即便他的客户也可以在国外，可以在国内，没必要说叫个人出海。你真的是要出来，现在很流行这个事情，不是一样可以吗？那你为什么要担心呢？所以啊，他的担心其实是很大的，他自己也提到了，像他做的那些候选人，300-400万的年薪的高管，他们都担心啊，他们有2-3个小孩，太太不工作在家里，他们也不管乱花钱，他们也担心马上会失业，这个给人造成的心理冲击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我也跟他分享了，就是这个如果不解决工作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了。这一点上呢，我们就放在那儿了，因为我觉得别人是很难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为什么双辞职啊？做 YouTube 是什么意思？这是工作吗？他是干嘛的？能赚钱吗？所以呢，别人很难理解啊。那你现在还有些什么事吗？创业，那你是想好了创业出来的？我说也不是，我们就先享受生活，想到了就做一个电商。做电商，我就觉得在我们的工作选择上，我们俩是比较独特的，所以是很多人啊是很难，你跟他讲的都很难理解。对，所以就是他现在是一个纯粹的工作嘛，他也许是一个个人的事业，但是他的这个事业是 deeply rooted in China， 或者说他要 physically 他要出现在中国，然后不能够就是 remotely 去 manage 这个事情，不能 autopilot 去运行它，它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割舍掉那些天丝盘的你要扎根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是移居之后想要在宜居的地方生根落叶，我们正在探索。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是我觉得这一步是我想要看到的。你讲的后面部分是关键，是我们和许多人的关键差别。你比如说他自由职业做猎头来讲，自己开公司，地点也是比较可以调试的。我刚才也有一些分享他自己也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在找新的客户都行，甚至于做当地的他都想要尝试一下新的业务。即便是这样，你把自己的收入先切断 completely 把它停止，重新开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这个准备，我觉得是很多人是没有的，对，他也不敢想象的。对，而且他就是说他因为时间占有了太多了，所以他可能都没有想到说我自己的 what is I'm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然后我擅长什么，我做什么事能够给我带来持续的 energy。他没有思考这样的一个奢侈，对吧？对我来讲的话，我们来这边，其实大家都有这个很长的时间去探索自己。就比如这样说，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就是喜欢做菜，而且这个做菜我是可以进入心流，然后我也不会觉得累。所以将来如果说实在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就可以去做外劳那些做的事情啊。这我也可以养活我自己嘛，对吧？对那我比较开心的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尽了我的所能啊，跟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些分享。同时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算是比较开放的态度，他看不懂，但他觉得，那我就先放在这儿，等到一个合适的 timing 嘛。我觉得那样也就行了，我也不去干扰、打扰和改变别人的生活。他呢真的是敏锐的感觉到自己可能需要改变的，因为他那个朋友在海外生活很久了，他说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生活比较追求自由的人像他工作也是很早就从全职工作出来，开始做猎头，后来开了公司。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朋友一见到他就会说，我一看你就有中国人身上的这种焦虑。我觉得他的朋友好有趣我都很想认识一下他的朋友。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中国人身上很明显的一种焦虑，就是说一方面其实他既意识到自己很能干，他在比如说他很能吃苦耐劳，他很能够抗压，他能够内卷，对吧？乐此不疲的去为赚钱这个事情非常专一的去做这件事，但是同时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自卑，我们会觉得说工作是那么的重要，然后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我是不能失去的，然后我要是不干这份工作，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挣钱，他又带着一种自我怀疑跟自卑。就是说这是我爸爸以前一直批评我的，他一直说怎么你现在你是读法律的，你不搞这个法律工作你还能干什么？你一无是处。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概念在我们身上真的是很明显的。其实我们虽然没有探讨到一个但我通过推断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很难物理上带着整个家庭移动受制于一样东西，就是他们都买了房子。那肯定是在我们这个年龄，很多人都买了房子，对吧？你要生根，就是你要有家的概念，你在你的城市里面要有房，这种归属感。你想买了房子，小部分的城市跌了1/3，大部分的城市跌了2/1，甚至于到2/3，很多人真的是出不了这个手他的资产也大量的缩水，他对未来的信心也会下降。我们的移动就非常自由，我们从来没有买房，所以我们主要是靠现金计算的，也就是每一年的开销。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们的移动便利性带来很大的因素。为什么我这样推断呢？因为做猎头其实收入都还是不错的，他的先生也还是在上班的，所以为什么你说他还会很担心工作生计除了理念，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制于已经购置的房产吧。对。但没有办法了，你中国的房产是跟你孩子入学什么学区房高度挂钩的，这可能也就是在国内的一个生活模式了。他要跳脱这个，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就是计算还有规划，可以理解。好啦，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你还有些什么想法吗？觉得可能就是将来还有缘分的话，我们就多多鼓励他吧。他如果这样一个想法的话，我觉得马来西亚。他的这个 beauty， 他真正的 beauty， 然后包括他人生如果想要更自由的话，马来西亚是一个很适合这个自由发挥的地方。是，他也以为我都是想好了，考虑到了，就我跟他讲，很多都是没有那只有来了大马以后，感觉是远超预期，比原先想法都好。所以他说真的吗？那你就没有后悔过吗？我说没有真的没有希望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我们用现实当做这个纪实一样记录下来的生活，也可以给到很多人的勇气吧。真的在关键的时候，他了解了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哪些是不能做的，他的限制，比如说家庭一定要在一起的，生活的目标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就给到别人一些勇气，这是我们可以提供的最大价值了。 OK，就这样呀，谢谢，拜拜。拜拜。